各位制造业的先进、现场的工程师和品保藤人们，大家好，欢迎来到今天的图解教学。我知道一听到 AI 或是训练模型，大家脑海里是不是立刻浮现一堆根本看不懂的 Python 程式码？或者觉得，哎呀，那是 IT 部门或资料科学家才玩得起的东西？老实说，完全不是这样。我们今天要来彻底打破这个迷思。今天这份教学，我向各位保证，你绝对不需要写任何，哪怕是一行的程式码。我们会用最接地气、最务实的角度，带你直接用现成的工具，从零开始建构一个真正能帮你抓出产品瑕疵的 AI 模型。准备好了吗？我们这就开始。很快过一下我们今天的蓝图。首先，我们会带大家认识什么是无程式码 AI， 接着马上动手，实际建立一个瑕疵分类模型。然后呢，我会揭露一个业界超常见的准确率陷阱。再来，我们会用产线最熟悉的语言来聊聊过杀与漏检，这对我们来说太重要了。最后，当然是教大家怎么不断迭代改善这个模型。好的，马上进入第一部分。认识无程式码 AI。 你可能会好奇，所谓的无程式码 AI 到底是什么？其实它就像是开自拍车一样，你不需要知道引擎里面的什么 CNN 卷积神经网络是怎么运作的，那些复杂的底层技术工具都帮你包装好了。这真的是一个大跃进，因为它大幅降低了操作门槛。这代表什么？这代表像各位这样每天在现场摸产品，最懂瑕疵到底长什么样子的师傅或是工程师，终于可以直接参与 AI 开发了。你只要负责上传照片，分好类，然后按下训练就好。不过要特别提醒一下工具虽然简单，但我们还是要懂它的背后逻辑，才能真正训练出好用的模型。实务上，开发 AI 的流程可以浓缩成超简单的3个步骤：收集、训练、绘出。我们今天会用 Google 的 Teachable Machine 来示范。为什么选它？因为它完全免费，不用安装任何软体，打开浏览器就能跑，而且几分钟内就能看见结果。这真的非常适合用来做我们今天概念验证的第一步。接着来到第二部分，建立瑕疵模型。重头戏来咯。为了今天的实作，我们找来了一组 Kaggle 平台上的铸件瑕疵资料集。这是一批前水泵浦叶轮的影像，总共大约有7300张照片。里面很单纯，就分2类：良品跟瑕疵品。瑕疵包含了一些气孔啦、毛边之类的问题。在这里，我要请大家记住2条绝对不能打破的黄金法则。第一，资料夹结构就是你的标签。也就是说，你把照片丢进良品的资料夹 ，AI 就会直接认定它是良品。第二，用来训练的资料夹跟用来考试的测试资料夹必须严格分开。你总不能拿 AI 已经看过的照片来考它吧？那样测出来的分数绝对是快乐表，毫无意义。另外一个大家上传照片时超容易踩进去的坑，就是资料不平衡。想象一下，有个天平。左边是100张良品对上100张瑕疵，这是最完美的状态。但看看右边，500张良品对上只有区20张瑕疵，这在我们工厂很常见，对吧？毕竟产线良率本来就高啊。可是如果你把这种比例直接丢给 AI， 灾难就来了。模型会变得很偏心，它会想说，反正95%都是良品，那我不管37、21全部都猜良品，分数不就很高了吗？这绝对是新手最常犯的致命错误。刚刚提到的这个状况，正好带我们进入第3部分，准确率的陷阱。99%，当你看到模型训练完跳出准确率99%的时候，你是不是觉得可以准备开香槟庆功了？等等，先别急，这就是我说的准确率陷阱。就像我们刚刚讲的，如果你的产线良率本来就是99%，那一个完全没在动脑的瞎子 AI， 只要盲目的把每一片产品都判定为 OK， 它就能轻松拿下99%的高分。但问题来了，它抓到任何一个真正的瑕疵了吗？0个，1个都没抓到。所以这个在数字上拿了99%的模型放在工厂里根本就是个彻头彻尾的废物。既然准确率会骗人，那我们到底该看什么？这就来到我们的第4部分，也是最核心的观念：过杀与漏检。在 AI 资料科学的领域，有个名词叫精确率，英文是 precision。别被这专有名词吓到，把它翻译成我们产线的行话，其实就是过杀。精确率越低，你的过杀率就越高。
也就是说 ，AI 根本是在喊狼来了，把一堆明明好好的良品硬说成是瑕疵。你想想看，过杀太严重会怎样？那就是无止境的重工，浪费一堆成本，而且还会把你们负责人工复检的品保同仁给活活累死，对吧？再来，另一个更要命的指标叫做召回率，英文是 recall。一样，我们直接把它翻译过来，它对应的就是漏检。召回率低，代表漏检率飙高，意思是有瑕疵真的从 AI 眼皮子底下溜过去了，它却毫无反应。对于在座的任何一位制造业者来说，漏检绝对是最危险也最致命的错误。为什么我敢这么说？我来看看这条时间线，就完美诠释了品管界非常有名的10-100法则。你看，如果瑕疵在制成当下就被抓出来，处理成本大概只有1；但如果留到了出厂前的最终品保才拦截下来，成本瞬间变成10。万一漏检了，让这个瑕疵品一路流到了客户手上，导致客诉、退货甚至求偿，那代价可是100倍啊！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产线上宁可稍微增加一点点过杀，也绝对不容许发生漏检的原因。好，那为了把过杀跟漏检看个清楚，我们就需要这张 QA 成绩单，也就是所谓的混淆矩阵。看起来有点复杂，对不对？其实就是个2×2的表格。横轴是 AI 的预测，纵轴是真实的状况。来，我们直接看重点。右上角这个实际是良品 ，AI 却说它是瑕疵，抓错了，这就是过杀。再看左下角，实际是瑕疵 ，AI 却当作良品放行了，这个就是我们刚刚说最危险、最贵的漏检。普通的准确率只会告诉你考了几分，但混淆矩阵却能精准点出你到底错在哪里。看懂这个表，如果发现过杀或漏检太高，我们下一步该怎么办？没错，这就来到我们的最后一部分，模型的迭代与改善。这里我帮大家整理了一份超级实用的快速除错清单。当你的模型表现不如预期的时候，请按照这个顺序来检查。第一，照片有没有放错资料夹？第二，两边类别的数量有平衡吗？第三，照片的光线和拍摄角度品质一致吗？第四，每个类别有没有达到最少30到50张的基本门槛？大家有发现吗？直到这4点关于资料本身的确认都没问题了，最后一步才是去碰那些什么训练回合数之类的技术参数。记住一句话，把照片整理好，绝对比你乱调什么参数都来得重要。其实对于 AI 开发，大家要建立一个健康的心态，这就引言讲得非常贴切。一个好的模型通常需要3到10次的迭代，它就像是在训练一位产线上的新进员工，绝对不是一次性安装好就不用管的软体。如果他一直漏检，我们就多喂给他一些轻微瑕疵的照片，让他看个仔细；如果他一直过杀，我们就多给他看几种不同角度的良品，找出错误，补上对应的教材，反复测试，这才是真实的 AI 开发日常。等到今天这堂课结束，当你准备好要在自己的产线上进行概念验证时，请记得照着这几个步骤走。先收起产线资料，接着团队内部对良品跟瑕疵的定义一定要先达成共识，然后用50到100张照片做个小规模测试，最后回来评估混淆矩阵。但是这里我要发出一个极度重要的资安警告。我们今天用公开工具是为了教学方便，在你们工厂里绝对千万不要把公司机敏的产品照片传到公开的云端上。实务上，请务必要改用像 Microsoft Lobe、Landing Lens 或 RoboFlow 这种可以离线或是具备企业级防护的方案。各位，今天我们一口气走完了从资料整理、模型训练到看懂混合矩阵的整个流程。现在的你不但已经具备了跟 AI 厂商专业对话的底气，甚至自己动手做个初步验证都难不倒你了。在我们结束之前，我想留下一个问题让大家回去好好想一想。带着今天学到的这些观念和技能回到工厂，你打算在你的产线上最先解决哪个瑕疵问题？是那个长期困扰大家的毛边，还是肉眼快要看不出来的微小刮痕？大胆去尝试吧。AI 现在已经是你们随时可以上手的超强工具了。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次见。